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跟大家带来的是最近最热的一台手机——华为 Mate 10的全面测评。华为的 Mate 系列呢，一直是华为最顶级的旗舰吧。它整个产品线里边呢，价格一直也是维持最高的。虽然说这2年华为的高端之路走的是顺风顺水，但是今年年初的 P10啊，大家都知道，那个又是疏油层事件啊，又是这个内存抽奖事件啊，搞的是烂事贼多。这次 Mate 10虽然说是国外先发布，但是关注度一点也不低，大家也确实都着急想看一下改进的情况啊，是不是还需要抽奖啊，是吧？从首先开售的 Mate 10来看，这个销售的火爆程度还是不错的。我这台呢，反正是加价了350块钱啊。这个之前还专门录过一个小花絮，可以去频道里边看一下，像取经一样。当然，这个可能是我点儿不太好啊，在京东买了2台呢，都是这个很长时间才发货，所以说没办法着急做视频就先买了。虽然说这次 Mate 10呢有一个 Pro 版本，有这个全面屏的加持，但是由于屏幕啊，还有就是前置指纹上，感觉他们俩的差距并不是太大。Pro 版本的优势呢也不是特别明显，好多人呢也都比较关注 Mate 10。那咱们这期视频就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这台 Mate 10的实际体验如何。不客观之庭，小白测评马上开始。就像开众说的，无论你怎么看，第一眼看到 Mate 10的时候，都会感觉这款手机比较宽，毕竟是16:9的机身嘛，对比 Note 8和小米 Mix 2呢要宽了不少。不过 Mate 10还是有极窄的边框啊，这一点上非常值得点赞。华为手机之前的外号大家都知道啊，这次的 Mate 10呢窄额头窄下巴，所以整体的屏占比呢还是非常高的，起码看着要比某些号称全面屏的要好看不少啊。但是毕竟没有18:9，华为也并没有把这款手机宣传为全面屏。值得说的是，在这个比较窄的下巴上呢，依旧做成了一个正面的指纹识别。即便有今年的 COF 柔性封装工艺，但是想必在元器件的内部对接上也花了很大的功夫。这也是目前市场上唯一一款高屏占比的前置指纹识别的手机。金属中框是钢琴烤漆的工艺，与后盖紧密的衔接在一起，握起来的质感和一体机身的手感差不多，比 Note 8、努比亚 Z17S 这类中框凸起的手机要舒适多了。上一代的 Mate 9呢，由于后背有塑料材质的加入备受诟病啊。这次 Mate 10的后背是直接上了一块4曲面的玻璃，但是比较容易沾染指纹。这个曲率上呢，大概和小米6那个差不太多少，但是毕竟是玻璃嘛，比较娇贵。我们这台刚刚开完箱，就不知道怎么的被划了一小道。背面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这个撞色条了啊。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这个元素，后置双摄呢是分离的，竖过来呢特别像我们桌子上的吉祥物 Groot 宝宝，越看越像。这台亮黑色的 Mate 10呢，还是有着一贯 Mate 系列上那个比较强的商务感啊，但是与 Note 8的商务感呢又有些不同，多了一些时尚元素。但是我们这台的品控上是翻车了啊，这个屏幕面板的右侧和底部的粘合胶涂的一点都不均匀，能够明显看出来胶水溢出的痕迹，非常影响精致感。你越擦呢，越感觉这块磨磨唧唧的。初期你就购买的情况下呢，要多注意一下。性能这次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Mate 10上搭载的处理器是麒麟970，不光是海思的最新款，也是目前国产最强的手机处理器。整体的核心架构呢跟上一代基本相同，4个 A73 的大核加上4个 A53 的小核，台积电10纳米制程工艺，但是采用了最新的马力 G72MP2 GPU 呢一直是麒麟的一个短板，下面在游戏环节再详细跟大家说。而且这次发布会上也主要强调了它有一个 NPU， 也就是 AI 人工智能的处理器啊，中文名叫神经网络计算单元。官方说这是一款会思考的芯片，可以通过你的使用习惯的自我进化，这个说的是真神乎其神。网络基带呢支持 LTE Cat 18，下行的最高是 1.2G， 这一点呢是超过了三星和高通的。常规的跑分3项，安兔兔相对于上一代的麒麟960呢有明显的提升，达到了17万加。这个 Geekbench 4呢多核单核呢基本持平，得益于新的 GPU 3D Mark 得分提升了1倍还多，达到了2800多。但是相对于835的平均3500多左右的分数，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后边的实际体验呢，我们还会聊到。
最后看看最重要的闪存啊，这个测评测闪存，就是因为华为开始了，读取呢竟然是达到了817兆每秒，写入224兆每秒，嘣，特等奖，是我们测过的所有手机中最快的，确实啊。但是在跑分的过程中呢，我们这台 Mate 10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发热，已经刷新了我们的数据库。最高温度呢，在背部闪光灯附近达到了51摄氏度，你没有看错，是过50了。当然，970在跑分的时候呢，是火力全开啊，所有核心全部满核跑。这个温度呢，也是我们在近期测过的所有旗舰机温度中最高的一个。但是我们这是极限测试啊，在这个日常的使用中呢，这温度还是可以的。当然，这样的旗舰处理器呢，也对于什么淘宝啊、微信啊、微博啊这类日常应用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啊，都是非常流畅。滑动时候呢，也是8核全部打开。这次这个麒麟970的调教还是比较激进的。淘宝呢也和其他机型差不多啊，这个稍微能感觉到一点卡顿，当然这是淘宝的锅。OK， 下面进行我们的特色测试，20款应用的打开时间。Mate 10的第一次耗时呢达到了3分45秒，这个重启之后呢缩短到了2分51，秒数就是171秒，与1+5相同。在这特别说明一次，我们数据库呢都是要重启一次再测速度的。但是要比这个 iPhone 8 Plus 的2分32秒呢要慢了一些。这个后台杀死的数量呢比 P10 Plus 也要多，一共杀死了3个后台。可能还是因为系统基于最新的安卓 8.0 啊，还没有像 P10 Plus 那样调到最优。压缩2G 的文件总共耗时2分29秒，这个小比 Note 8快一些，但是相对于其他手机呢还算是比较慢的了。解压耗时24秒，比较快。崩坏3的安装时间呢让我有点意外，1分01秒，在众多旗舰中呢处于垫底的水平。由于监测帧率的软件呢目前还没有适配安卓 8.0， 截止我们录制的时候，所以 Mate 10呢这个暂时测试不了帧率啊。王者荣耀呢，截止我们录制呢也是没有高帧率模式，未来呢也并不好说。这个华为呢还真跟别的旗舰不太一样啊，不是过了2天就给你开高帧率，因为 P10 Plus 和荣耀9到现在也都没有高帧率模式。说句题外话，腾讯呢在和华为呢撕这个用户安全的问题，所以是吧，这 Mate 108成也得等待很久啊。整个游戏下来呢 Mate 10呢是维持在29帧30帧，没有什么悬念。崩坏3特效全部打开 ，Mate 10呢也是能够流畅的运行，中间并没有出现能够感知到的卡顿，但是跟835相比，在连续15-20分钟之后，发热呢和偶尔的掉帧呢还是比835要厉害一些的。具体的帧率等到软件适配安卓 8.0 之后，我们会给大家详细测一下。但是目前来看，这 GPU 呢是有提升，但是照着835呢还是有差距，跟跑分的表现是差不多的。拍照方面，这次可谓是万众瞩目。Mate 10上呢，依旧是搭载了徕卡认证的双镜头，1200万彩色加上2000万黑白传感器的方案。比较变态的是，后置双摄是用了 f1.6 的光圈，这是目前所有手机中最大的光圈了，比三星的 f1.7 还要大。遗憾的是，这2颗摄像头呢，不是都支持 OS 的光源防抖，只有主摄是支持光源防抖的。为什么说万众瞩目？就是这次外媒专业的相机测评机构 DxO 给出了 Mate 10 Pro 97分，仅仅比安卓皇太子 Pixel 2低了1分。照片单环节甚至给出了100分（括弧满分不是100啊，但是也是目前最高的了）。既然你大哥都这么屌，那你估计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了。iPhone 8 Plus、Note 8以及同门的目前国产拍照第一华为 P10 Plus 来进行对比。首先，白天的样张 ，Mate 10的整体画面呢有些偏冷 ，Note 8的曝光呢是最亮的，同时也是最鲜艳的。iPhone 8 Plus 开启了自动 HDR， 树叶出现了一些紫边，远处的路牌 Mate 10解析力稍逊于 iPhone 8 Plus 和 Note 8，但是比 P10 Plus 要清晰一些。这组大茶壶 Mate 10曝光稍暗，但是天空最蓝。P10 Plus 的天空呢是比较接近真实的颜色，在细节的解析力上 ，Mate 10与 iPhone 8 Plus 一样，比 Note 8和 P10 Plus 要清晰一些。这组 Mate 10的风格与 P10 Plus 差不多，iPhone 8 Plus 有些偏暖，这个 Note 8呢有些偏暗。墙上的小广告，4者的电话号码呢都是清晰可见啊，没有拉开差距。再来看看老张自己种的花，花朵的颜色4者还原基本一致，景深的模糊程度呢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放大看花蕊，可能是因为拍摄的问题，也可能是老张录多了。这个 Note 8呢没有对上焦 ，P10 Plus 也有一些模糊。Mate 10与 iPhone 8 Plus 最好。上面白天阳光的对比 ，Mate 10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与 Note 8、iPhone 8 Plus 表现几乎相同，互有伯仲。既然是 f1.6 的大光圈，那么夜景是重头戏。这组对比的是在暗光环境下各家的色彩还原力P10 Plus 因为手点了一下，所以曝光偏暗啊。（括弧 P10 Plus 还是依旧有点不合焦的问题。
Mate 10和 iPhone 8 Plus Note 8曝光一致，但是 iPhone 8 Plus 地面上的高光呢出现了过曝。放大看一下彩色的五角星 ，Mate 10的颜色保留是最多的，色彩分明，没有出现过曝。iPhone 8 Plus 和 Note 8呢都过曝了，变成了一片白色。这一组看看四者的抗眩光能力，我们特意找了一组灯光非常强的，这个四者的灯光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眩光。非要较真的话呢 ，iPhone 8 Plus 的第二颗灯呢没有眩光，表现比其他三个呢要好一些。四者的曝光呢这次都保持一致，但是一眼能看出来，徕卡兄弟的天空纯净度是最高的，黑白双摄的优势。之前 P10 Plus 控制的已经很好了，这次 Mate 10又升级了。iPhone 8 Plus 和 Note 8噪点明显，转到杆子上的监控上 ，Mate 10也比其他三者多保留了一条线。这一组极限暗光，实际上眼睛看到的并没有手机拍出来这么亮了，已经。P10 Plus 最暗 ，Note 8的画面是最亮的，虽然它是 f1.7 的光圈。查看参数，四者的快门和 ISO 呢都达到了一个比较极限的阀值。Mate 10与 P10 Plus ISO 快门都一样，但是明显却亮了很多，这个就是 f1.6 大光圈的优势了。Note 8的 ISO 与 Mate 10一样，但是噪点明显多了很多。右下角的牌子8 Plus 出现了过曝 ，P10 Plus 明显掉队了。Mate 10呢依旧比夜拍之王 Note 8呢还要清晰一些，旁边的大楼 Note 8的噪点呢也更多一点，但是清晰度上三者并没有什么较大的差别。在夜景环节可以看出 Mate 10比 P10 Plus 要提升了非常多。这一组额外的极限暗光加入了 Nubia Z10S， 因为他说自己是夜拍之王嘛。可以看出夜视仪 Note 8最亮 ，P10 Plus 与 Z10S 出现了可见的涂抹。放大来看，依旧是 Note 8最亮。Mate 10虽然没有那么亮，但是自行车上的字和 Note 8一样清晰超越了 iPhone 8 Plus， 相对于 P10P 提升明显。至于 Z17S 嘛，请期待我们后面的深度测评。白天的表现 ，Mate 8与 8P 和 Note 8呢基本差不多，夜景的环节呢也没有拉开差距，甚至还要更好一些。国产手机这一次在拍照实力上终于追上了三星、苹果这样的国际一线。人像方面，第一组 iPhone 8 Plus 测光不太准，人物也是欠曝 ，Note 8呢背面则是完全过曝 ，P10 Plus 也有一点。Mate 10的曝光控制的最好，放大一下看抠像的细节，四者抠的都不错，但是仔细看 Mate 10的胳膊呢有一点没有抠好。这组 iPhone 8 Plus 依旧欠曝，轮到 P10 Plus 背景有些过曝了。Mate 10与 Note 8呢曝光正常，四者的眼镜只有 P10 Plus 准确的抠了出来。同门的 Mate 10呢竟然没有10倍准确。iPhone 8 Plus 和 Note 8呢也是眼镜部分没有抠好。这组8 Plus 开启了自动 HDR， 所以高光控制的最好。Note 8与 P10 Plus 脸部的光线太过生硬 ，Mate 10要好一些。放大看一下，四者多多少少呢都有一些没抠好的地方，表现都不太完美。前面的白天和夜景基本上是神仙打架啊，但是这三组人像呢可以看出这些手机在拍摄中呢都不算太稳定。不是你有问题，就是它有这个问题，是处于能用的阶段，但是即拍即成片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在整个相机环节的 Mate 10的提升确实非常大，但是 f1.6 的光圈呢，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可能有的时候还没有 f1.7 的光圈呢那么亮，但是在灯光的部分，尤其是像广告牌这种夜景中非常典型的元素 ，Mate 10呢是给了专门的优化。OK， 又是一期测评视频，老规矩，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 Mate 10这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相关数据，小白全部都为你列好了，你可以随时免费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选举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系统方面 ，Mate 10上这次搭载了最新的 Emotion UI 8.0， 这次在版本号上直接从5代跳到了8代，让它与安卓版本号相同。这也是国内第一款上市的基于安卓 8.0 系统的手机。但是系统的实际使用上呢，其实和上一代的 5.1 差别并不大，只是新增了分屏和致敬锤子大爆炸的功能这个致敬是我自己说的华为叫做智慧实屏，2根手指长按就可以激活，比锤子的单手指都大面积按的成功率要高一些。但是它要2根手指，所以单手操作呢还是比较别扭的。识别之后呢，可以选择关键词搜索复制查看地图也可以加入稍后阅读再复议屏里边。这功能看着好熟悉是吧？Mate 10呢，这次还新增了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外接显示器。在发布会上呢，着重说了一下，就像电脑一样，连上显示器之后呢，你的手机就变成了一台主机，支持鼠标操作。如果没有鼠标呢，这个手机屏幕呢可以当做触控板，但是没有那么舒服。连接成功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外接显示器可以浏览网页看手机上的照片，在线看视频、收发邮件等等。测试的时候是支持16:9画面的输出，接到我这台常用的21:9的显示器上就会有一些拉伸。相对于三星的方案呢，是不需要桌面 dock 了，仅需要一根线，但是功能上呢还是比较简陋的。还有我自己想了一下，除了可能会连大屏看个视频，别的功能好像在手机上操作就挺好的。还有一点就是 Mate 10的多任务
务呼出啊，这个我第一次上手的时候是找了几分钟都没有找到这个多任务在哪儿，最后才知道是滑动 Home 键呢打开多任务啊。Home 键呢就那么小，在这么比较宽的屏幕上啊不太好够到，有时候还会误触啊或者识别不准确。这个宽屏用这功能真的是不太好用，并且贴了膜之后呢，滑起来呢也特别硌手，用久了可能才习惯吧。Mate 10的电池呢是4000毫安时，是目前市场上屏占比比较高的手机中最大的一块。但是5.9寸 2K 屏耗电还是比较猛的，好在偏重度使用一天呢没啥问题。在我们的3小时重度续航测试中，第一环节1小时在线视频耗电6%，第二环节大型游戏耗电22%，第三环节微博、淘宝浏览耗电10%，最终剩余62%。在之后的全面测评中，我们也会沿用这个3小时重度续航的标准，为大家建立一个详细的数据库，方便大家对比。同时，这些重要数据我们也都会上传到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中。充电器最大功率22.5瓦，和 P10 Plus 上面那个一模一样。在我们的实际测试中，充电的最大功率达到了22瓦加，可以说是在满额跑了，并且亮屏充电功率呢也没有下降，也就是说它可以边玩边快充，这一点上非常不错。充电速度半小时充电28%，1个小时79%，充满1小时26分钟，速度还是可以的。虽然在数据库中你看它排到了第5，但是在前10里面它的电池容量是最大的。还有一点就是在充电的时候，机身也没有出现什么过热的情况。不过这次 Mate 10和 Mate 10 Pro 呢，全系都是不支持无线充电的。Mate 10上搭载了5.9寸的屏幕，分辨率2500×1440标准的2K LCD， 也可以在设置里面调整分辨率，有3档可选。这块屏幕呢是支持 HDR10 技术，也就是有更好的色彩动态范围和更深的对比度，但是实际的体验中呢是比较难察觉到的。还有一些小细节，手电筒呢不支持亮度调节啊，比这个 Note 8呢、Mix 2、iPhone 8 Plus 都要暗一些，低于主流旗舰的亮度了。Mate 10的听筒呢外放也可以当扬声器，但是与 Mix 2一样，上方的听筒扬声器呢声音是比较小的。在防水性上 ，Mate 10呢也是支持的啊，但是只支持 IP53 的水平。这个 Pro 版呢可是 IP67。53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呢？基本上就是生活见水啊，手机这个滴上水了，或者是稍微溅了点水啊，就要赶紧擦干净。如果手机全部掉进水里，那53这个数字没什么太大意义。由于开售时间的原因，我们暂时还没有买到 Pro 版本，但是就这台 Mate 10来看呢，拍照自然是不用说了啊，确实是我很欣慰啊，这个终于是追上了国际的一线。但是我这台的做工呢，这个溢胶的情况是比较的严重。还有就是，我想多聊一句 Mate 10和 Mate 10 Pro 这2台手机对于华为这个品牌自身的意义啊，因为现在华为已经跻身于世界的第2名了，它这个整个的出货量啊，还有就是它整个的体量吧，国内呢一直是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大哥。但是，这2台手机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特别激动人心的地方。当然，这台手机还是不错的。我们只是说站在华为这么大体量的角度上，做更高的展望，做这个更高的一些期许。因为如果你要想要跻身于全球的顶级品牌，这个核心的竞争力还是要有的。但是这2台手机，这 Pro 版暂时还没拿到啊。就目前来看，在比较大的创新技术上，还是感觉稍微有一些欠缺。OK， 这期的 Mate 10的全面测评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在下一期的 Mate 10 Pro 的测评中呢，我们还会带到这台手机。大家有什么觉得我没有聊到，欢迎在下面留言补充。除了这个视频呢，还有最重要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聊聊科技圈的趣事，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赶紧扫码关注。这期我们在公众号的礼物就是华为 Mate 10发布的时候，当时的那个无线的激光键盘，还是科技感满满。别着急，福利还没断。还有就是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转发本期视频的置顶微博，随便艾特一个好友，我们将会抽出一个小伙伴，送出机械键盘一个，这个轴你自己选就可以了。OK， 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哦，拜拜。激光键盘其实非常简单，它就是投影灯光在这个一个平面上，然后用蓝牙连接你的手机，然后它通过这个光的遮挡呢来判定位置。我们来打一下啊，小白测评，看百度搜小白测评，最后一个竟然是钱从哪儿来？它
只能识别就是比较慢的时候一个一个的摁，但是如果你稍微连续，就比像我这么按，它可能有的时候就识别比较不准确了，意义不是太大，不过挺有科技感的。